节日会让人变得快乐，也会让人变得更可怕。如果站在中间被围攻的人是你呢？衣服被打湿，身体被盯着看，你已经在躲，在说不要，但周围的人没有停。这一刻你面对的真的只是泼水节吗？还是一群乌合之众？为什么我在清迈参加的泼水节完全不同呢？我就没想到清迈的泼水节可以全民连嗨5天，这座城市真的是感觉藏着无数的彩蛋。泼水节的最后2天，我带我儿子，我想着去出门感受一下清迈的泼水节吧，因为前几天他在跟朋友玩，也没有时间出门。我当时的初心就是抱着体验多元文化呀，感受一下泰国的人文风情之类的。我并没有想过整个城市都这么嗨，就像是一个大型的水上乐园，而且还自带背景音乐那种。当时我带我儿子出门的时候，从我们住的小区一出来，就能够看到路边有一些店门口断断续续有那种店家的主人，基本上就是一家人吧，有小孩有大人，在门口朝着路过的车辆摩托车泼水。然后如果是皮卡车的话，并且你的皮卡车后面后斗有水桶，还有那种一个战队，很多人站在后面，就感觉要参与那个水战的情况的话，这些店家门口的人他们就会格外的猛烈攻击，用那个水龙头直接对着这个皮卡车来冲。其实从一出门，水战就已经拉开了序幕。我儿子看到这个情景呢，就说也要自己坐在后斗，然后他一开始是自己一个人在后斗里，但是战斗力明显不够，还没有走多远呢，他浑身就湿透了。后来就我开车，我让我老公也加入了战队，这样才挽回了一点点局面。在清迈的每一条小路上，就是有那种店的小路上，基本上都是相同的情景，就是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泼水的点。更有意思的是，在消防局门口，我看到消防员们拿着那个消防栓朝那个车辆跟人喷水，我觉得这应该属于专业人员、专业超级战队了吧。然后呢，我们那2天呢去了2个主战场，是官方的主战场，在宁曼路和塔佩门。这2个地方呢，基本上就是人潮汹涌，而且政府会将那个十字路口封锁，周围也有一些特警和警察把守，还有医疗团队和救护车，并且他们在那个路边每隔几十米就会放置水龙头和水桶，供大家随时的补水。主战场的几个主要路口还有大屏幕和舞台，上面呢有专业的 DJ 来打碟，还有人负责大型的水枪在高处朝那个人群喷射水雾。然后还有很多大屏幕，大屏幕上是现场战况的直播。塔佩门的路口呢，前面还有一条那个水隧道，它是定期会从高空喷洒水柱，大家尽情的在这些被封锁的路段里面跳舞啊、打水仗啊。其实大家都是不认识的人，外国人和本地人都嗨成一片，也不需要任何语言，因为水就是语言本身。水在这个时候，它不仅仅是打水仗的武器，其实在这个节日里，它也是一种祝福。我今天呢，正好是带着孩子到公园来玩嘛，然后我也想接着聊聊，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泼水节的话题。这种全民 happy 的场景，我觉得确实真的让我也很震撼。最重要的是，泰国的这种状态，它是连续的持续5天，就感觉他们都没有什么愁事儿似的。男女老少的参与度也很高，做生意的、上班的、小朋友，甚至是老人，都在这场庆祝活动中，有自己的位置。说到这儿呢，我想先简单说说泼水节的来历和历史啊。4月13号到4月15号是每年的泰国的这个宋干节，它也叫泼水节，也就是其实是泰国的新年，就像我们的农历新年一样。这个时候过新年呢，是因为他们认为太阳在这个时候进入了新的一个星座周期。当然这其实起源于佛教与婆罗门的文化。按照传统来说呢，宋干节是拜佛呀、敬老和家庭团聚的节日，它跟咱们的新年也是有点像的，也需要打扫房屋等等，象征那种辞旧迎新呐，然后就是把过去1年不好的运气给除掉，然后我们来迎接新的一年。洒水呢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仪式，通常是浴佛，还有给长辈洒水还有去寺庙布施、祈福等等。为的都是洗去过去一年的不顺啊，然后也有表达对对方的尊重与祝福的意思。
但是松干节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再是传统层面的节日了，已经发展到了一种更年轻化，街头大战呀、音乐派对啊，还有一些表演类的节目。并且虽然说是3天时间，但其实是在一般在4月11号和12号就已经开始了全民的庆祝活动。比如说像清迈的一些主舞台，在11、12号就已经开始播放令人沸腾的那种音乐，然后大家就一直从11号一直狂欢到了15号，整整的5天。如果没有来真的体验过，我真的很难想象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这样全民狂欢好几天，并且我体验和看到的确实都是欢乐、有温度的和文明的。我觉得这才是让我不敢相信的，因为就是在我过去的印象中，全民狂欢这4个字，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给我感觉会和失控啊，或者出点什么事儿联系在一起。但这次我在清迈的这5天里，至少是我后来参与的这2天里，我看到的景象呢，绝大多数和我想象的都不太一样。其实我本来是一个就是喜欢安静的人，就是那种凑热闹的事儿，我以前在北京我是很少去的，就是那种很多人聚集在一个什么地儿或者干一个什么事儿的那种场景，我不太喜欢。但是清迈的这个泼水节给我的感觉却完全不同。后来我在想，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的是那种人太多之后产生的那种急躁呀，或者是混乱的氛围。但是泼水节的氛围是简单而轻松的，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有一种默契。这种默契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第一天到现场的时候，我就注意到现场的路边还有路的中心都摆有很多那种小摊儿，就在十字路口中间就有。除了那个卖水枪、水桶和眼镜这些就是泼水的就是用品之类的吧，其他的大多数都是小吃，有烧烤，也有什么炸丸子呀、盖饭之类的。盖饭就这样就是做好了摆在摊位上，然后油锅就里边的油就在那里面沸腾了，他们就在那炸，旁边不到1米就是水枪大战的现场。我当时其实真的很好奇，就是这些水不会喷到油锅里嘛，就会溅嘛，然后也不会喷到食物里面，那怎么吃呢？然后我就特别还认真的仔细的观察了一会儿，我发现大家看到有食物就会很小心，也会尽量避免在那个区域范围里喷射水枪，所以大多数都还好，就是没有发生我想象的那个画面，什么油锅溅到水之类的。我也看到有那个送外卖的小哥嘛，然后他就是对人群摆手，他可能在送外卖，然后他的筐里面有那个外卖的东西，大家就不会泼他了。基本上如果你只要表达说 no no no， 那大家就不太会有过分的举动，最多是洒一点水给对方代表祝福嘛。包括我儿子，他玩到最后的时候会就湿透了嘛，然后浑身就有点冷，因为湿透太久了，我就帮他把那个衣服脱掉，就是披在身上，这样身上的水能干得快一些，他就没有那么冷。当别人看到这种情景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人再朝他喷水了。我本来想着，如果有人就是不想被泼，然后又选择这几天出门的话，在这种环境中不会生气嘛，那肯定会被泼到嘛。但我确实没有看到这种场景，就是这儿的泼水节的那种互动是基本对等的，大家会尊重那些不想参与的人。虽然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在那几天里你是默认，只要你出门就被默认是认可可以参与的，但是我感觉它的边界还是在那儿的。而且大家用的基本上也都是那种小桶啊、水枪那种设备，没有什么高压水枪这种会把人弄疼的这种不合时宜的装备。然后同时呢，也是在这个期间呢，我就看到云南的那个泼水节的新闻。云南西双版纳等地的泼水节，它的这种来源呢，其实跟那个泰国是差不多的，是同源的，只是它可能更偏傣族文化一些吧，所以它可能加入了一些神话的背景。但是呢，不管哪个地区的泼水节，现在都已经发展成了城市的一场狂欢庆典了。但是在云南的新闻里呢，我看到的是和我在清迈体验到的，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是完全不同的画面。比如说，我看到有个女孩子，一个还是2个女孩子吧，她被那个高压水枪浇透了，她外面那层衣服都已经就太湿了，脱落了，露出了那里面的内衣。然后他一直在摆手，就表示拒绝，但是依然被人群疯狂的围攻。看到这种新闻真的是挺生气的。还有一个就不是一辆吧，好像是好几辆，就是新能源的汽车被人群用那个高压水枪围攻，并且其中就有人还把那个车的后备箱和车门打开，往里面喷水，导致那个车子冒烟，报废我不知道。还有一群人还拿着盾牌和高压水枪在那激烈战斗，有那么一个视频。
还有我看到有人把那个卸妆液倒到那个水枪里边，这样的视频挺多的吧，就不止这些，还有挺多的。当时我看到这新闻我就挺震惊的，因为我没去过云南，我也没有参加过云南的泼水节，但是这和我在清迈体验到的完全不同啊！我觉得这都已经不是节日互动了，我觉得这是赤裸裸的霸凌和骚扰行为了。然后我就看很多评论都说要希望取消这个泼水节，觉得这个泼水节是一个非常就是羞辱女性啊，或者是非常不尊重别人的一个节日。作为经历过泰国泼水节的我呢，倒是觉得取消这个节日大可不必，毕竟，节日庆祝是一种祝福，也是一个释放压力很好的机会嘛。然后我觉得趁这个机会，家人朋友可以聚在一起，并且这个节日本身它就是除旧迎新，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一个美好的愿景。发生失控行为，我觉得它跟这个泼水节本身、跟这个文化本身没有关系，而是人群的行为问题。我们需要解决的不是一个节日，而是这样的行为，这样的人。因为我觉得，即便是没有这样的节日，就那些人啊，带有行为问题的那些人，我觉得他也会在其他的渠道，通过其他的方式侵入别人的边界，然后攻击别人，不尊重别人。没有这个泼水节了，有火把节；没有火把节了，有就是别的节，对吧？就是他总归就是他是人出了问题，不是节日本身。那为什么云南的一些地方会发生这种失控的行为呢？为什么我就是一开始一听到这种群体狂欢就会有压力呢？确实也是因为看到过、经历过太多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本质就是一些人从小他就不懂得边界这两个字的意思。然后我也在想，清迈跟云南的这些人群中有没有相同的人群呢？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同样的人？他在不同的规则里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就比如说，那个在清迈，大家默认是今天可以玩，但是也默认你可以拒绝，我需要尊重。但是在云南一些失控的场景里，大家默认的是今天没有边界那这样的人可能他到了清迈，他是不是也能就是收敛自己行为？但是他到了云南，他就做不到了所以当人群中这样的人占大多数的时候，场面就会失控。很多平时他不敢做出来的事儿，就会在这一天借着这个机会吧，做出来。我看到那些新闻的时候，我发现这里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年男性。其实我不是对中年男性有偏见但是确实是很多中年男性他不尊重女性，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尊重女性，并且他们特别喜欢在比他弱小的人面前展示权力感。就比如说泼水节吧。对方已经在躲了，在拒绝了，你还继续，并且自己嗨到不行，失去了理智，那这泼出去的水根本就不是什么祝福跟欢乐，而是越界，是侵犯吧。有的人他就是搞不明白，边界就是别人愿不愿意，别人高不高兴，这是一个判断标准，对吧？而不是你觉得今天是节日，今天可以破例大家都在玩，那你不玩，你生气是你玩不起，他可能这么认为，对吧？其实就是我们从小的教育确实对于边界的教育我觉得是缺失的。所以就社会当中你可以经常看到说男人可以随意的评论女性的容貌身材，很多人可以随意对别人的人生指手画脚。我记得我儿子刚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回来跟我们说老师跟他们讲说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看不见的泡泡，当你离别人太近就是入侵了这个泡泡，当你超过了这个泡泡就会让别人不舒服，除非别人同意。就是说如果你要进入这个泡泡，你是需要被允许的。就是现在的小学生都知道的事儿，但是咱有的大人他却不知道。当然这种边界问题确实在我们的国家我觉得确实普遍存在人是否能识别并且尊重别人的拒绝，我觉得是一种基本的能力，也是像泼水节这种活动能文明进行下去所依靠的一种群体默契吧。其实你应该是从一个人的这种衣着神态动作能去判断，就一个成年人我觉得他是能判断他是不是愿意参与我觉得如果不想玩的人通常是很容易被识别并避开的。我觉得这都不需要智力，而是一种长期社会化训练中就是训练出来的一种你的本能吧。很多人他可能是从小确实是自己就被入侵边界，比如说我随地大小便呢，我被强迫穿衣吃饭呢，就是当然这个话题聊起来就大了，就是他对自己的身体都没有自主权，
一直在被入侵中成长，所以他并不知道边界为何物，也不会尊重就是别人的拒绝。当这样的人在人群中占大多数的时候，热闹往往就会变成闹剧。但是如果人群中的大多数都有清晰的边界意识和群体默契时，我觉得这个时候人们会在这几天的狂欢中释放一些压力，并且获得好好生活的力量，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但是你说那为什么清迈跟云南不同？就是泰国人他的素质高吗？就是他们有边界吗？我觉得肯定不能单纯的就这样对比，或者我们就是非黑即白，就泰国人素质高，泰国人从小的教育好，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我觉得就是一个社会的规则或者说法律起作用的时候了。比如说我在这儿，我也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在清迈的一个主战场参加水战时，我看到当时有一个光着上半身就光着膀子的一个欧美人，他当时就被一个穿着制服的一个像是管理秩序的人请出去了，他被这个人从那个主战场请出去了，就是那意思你不能进来。然后我看他们聊的那感觉好像就是说因为你光着上半身，你没有穿衣服，所以不可以进去。后来我才知道穿得少其实也是不被允许的。然后我也查了一下，在泰国它有对泼水节它是有非常细化的规则跟法律的。就比如说吧，如果对方不同意你去泼水，你是要被罚款甚至入刑的，而且不可以对僧人、老人泼水，也不可以穿着非常暴露。就刚才像那个欧美人，他没有穿上衣，这是不可以参加活动的。然后高压水枪在这儿也是被明确禁止使用的。还有你不能，比如说对行驶的车辆泼水，因为比如说你因为泼水你导致那个车辆发生事故，你是要构成刑事责任的。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泰国的法律对性骚扰处罚的非常重。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借泼水触碰别人身体，触碰女性的身体，它会有高额的罚款和监禁。当然了，节日现场不可能每一条都严格执法，但是我觉得这里头真正起作用的是什么？是大家都知道这条线在哪，而且因为他们每年都有这个节日嘛，而且法律在针对泼水节的细节上又相对完善，它整个泰国都有这个节日嘛，它不像咱那边可能只有云南有这个节日，对吧？它在泼水的这种细则上是这个法律细则上是非常完善的。那么这么多年下来，这种边界这条线它就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吧。但是你说泰国有这个法律，它就没有乱来的人吗？当然有，虽然我没有看到，但是我也相信一定有，因为这是人性。但是我今天聊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肯定不是说一个孤证，我们去聊一个孤证来说一个什么问题，我觉得不是这样。所以就怎么说呢？我觉得泼水节它不是问题的根源。你说取消泼水节，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我觉得要处理的是对边界不敏感的这些人。一个节日能不能文明，不取决于水，也不取决于任何的形式，而是取决于参与的人。如果人的问题、人的素质人的素养或者人的认知它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那至少有细化的法律法规和执行者。我觉得至少这样的话，能避免一些这种行为问题的发生，能够让节日回归到它原本的欢乐氛围。好了，今天关于泼水节的话题我就想聊这么多。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你也可以给我留言。我们下期再见。